先来一个豆汁儿啊！今晚最凶残的东西来了。咸！北京买肉都要排队啊。所以北京嘛，肯定要吃铜锅涮肉了，满满的羊肉味，有意思。啊，昨晚吃过，这个很好吃，涮再久它都不会老。这是一个带软骨的肉了，哇！嘿，嘎嘣脆的月牙，超脆的，更脆。牛街4条，闻到一个味道了没有？跟羊肉的味道，没错，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很清真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边的肉，米龙。这羊蝎子，啊，后面好了，外面是细的，你看干下来就变剔骨了。看着一堆肉啊！哇，排队呀、大排长龙啊！北京买肉都要排队啊！有，我们在这边干一个很残忍的事情，买豆汁儿。好大袋啊，3碗不过缸，冰的哦。哇，冰的好亮。这啥呢？这叫带子大条。什么叫带子大条？就是安尼啊。大排长龙啊！我们走了半路啊，这么长的龙啊！好几家店。哦。你给我拿点炸鸽子，然后排串你给我拿点吧。这个，这啥呀？炸糕，炸糕，很烫啊。吃馅儿啊，里面是那个红豆沙。它是自己揣的豆馅儿，拿红豆揣的。哇，满满的红豆沙。好骚，很骚，很绵。热热的舒服。哎，晚上吃羊肉喽！下午跑了一下午的牛羊店了，晚上肯定得来吃个肉。哎，所以北京嘛，肯定要吃铜锅涮肉了。哇，铜锅，清水涮肉的哦。孙子说先下羊尾油，润一下锅，润个锅。哇，滋啦滋啦滋啦的。我在我们那边看他吃铜锅，夹了肉往上面刺啦一下是啥意思啊？没有这么一说，是不是没涮好？没涮好，不能切这个。对呀、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么烫会焦掉的。对呀、我觉得奇怪，应该没这么一个说法，没有，标准的啊，老油油，好，可以了，可以了，整一个。可以了，这样吃的是吧？对。哎，这羊尾油，不习惯蘸酱，直接吃看看吧。这个油脂的味道挺好的，香，挺香的。哇，萝卜皮、羊肝，还有香菜根、素羊肝，据说吃起来都是奶味哦。羊奶味的。但是这嘴巴很硬，粉粉的硬。这巧克力嘛。后面开始的羊奶味就上来了。今晚最凶残的东西来了，我看来我这个很上头啊。咸。憨憨，铁憨憨，铁憨憨，铁憨憨，咸啊！咸吧？震惊北京人100年，我操！哇，什么感觉来？很咸啊！除了咸呢？哇，我操啊！你这是什么？哇，太重了！我一靠近它都是这个味。我操，你是气势如虹，你真的是。哇，还好啊，都飞了，这都一个塑胶味。不是，它有发霉味耶。你把那个豆汁给我吧。凶残的玩意又来了，我操，高级，一个比一个凶残。而且我嘴巴在咬那个棉花叫盐巴，对，还有那个蟑螂的屎。还有抹那个馒头片儿，抹着吃，你它干了呀。红柿的臭豆腐啊，非常的臭，不像，那比豆汁臭多了。你别给我。这不是肉，热香。这可以。哎，谢谢了，我先来一个豆汁儿啊，尝一尝。闻一下。哦，这有点鱼肝水的味道，很久没有换水了，鱼肝的那个水的味道。来，不是、啊，我们应该想象是什么味道。好的，酸的，发酵过的，啊，有点奶酪的感觉。
有点酸笋的感觉，喝酸笋汁儿。放弃了，我这鱼竿太久没换水了，不行，太爽了。我们来北京就变成这么冷，我们来之前北京都没有这么冷，也没有下雪。然后现在中午我们准备去吃个羊肉。这个是精品羊肉，要切腿的，那个是6元8再去骨的，就最常点，每个必点的这2个肉。完了就是普通的手切，加上的您点了羊骨肉，这个还没上。还在等肉啊，这边黄瓜已经干上了，日常黄瓜。好笑，300又回来了，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了，因为我们昨晚吃的好好的，为什么今天又来这里？没错，因为昨晚我们吃完这家聚宝园的羊肉之后呢，觉得真的意犹未尽，所以今天呢，一定要再带着高老师来这家羊肉店，好好体验一下这家的羊肉。它跟我平时呢下门吃那种所谓的老百姓涮羊肉真的不一样，它的肉呢怎么煮都不会很老，很好吃。现在我们准备来开锅吧哦，我今天点的是一个清汤的锅底，有没有？他这边北京他们好像他们涮肉比较就不习惯那种像我们浓汤啊什么之类的，用清汤涮出来羊肉呢就不会失羊肉的一个鲜甜味。我准备来开始吧。这边吃羊肉火锅呢，规矩就是先会从羊尾油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羊尾油呢富含了油脂，先拿羊尾油的油脂呢来润一个这个锅，待会涮羊肉呢就味道会比较浓厚一点点，要润有油脂的香味，动物性油脂的香味。那刚才上了羊肉串了嘛，所以赶快趁热，来，你跟女儿呢？我们吃这羊肉串，因为昨晚上我们吃这羊肉串的时候，它非常的嫩，一点都不老。2个，换2个是不是？老就完全不老，完全不老，就是2个不老，很香啊。跟我们在厦门吃的新疆小鱼它就不一样味道，它没很酱，它没挂浆，但是纯香味。纯香料味，它放凉也不会硬，不会，羊嫩表。它可能那个羊的品种不同，羊嫩岁数小，年轻。哦。我现在把那尾油呢给它捞出来了，因为它已经炖了锅后呢，我们在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呢，噼里啪啦声音是哪里来的？是羊尾油的油出来了。那油呢加水会怎么样？会噼里啪啦，会噼里啪啦。尾油挺好吃的。在我们拿羊尾油润完我们的铜锅之后呢，我们准备开始涮我们的羊肉了。这羊肉我希望是先从冻肉开始吃，因为以我自己的吃肉经验来讲，冻肉的品质肯定会稍微逊色于鲜切的羊肉，它们价格也是有差别的嘛。所以我们先从冻肉开始吃，这是冻的羊上脑的部分哦。我吃一下羊上脑，上脑如果按照猪来讲，它就是猪的梅花肉。牛也有上脑，脖子后方靠近肩膀的部分就是叫上脑。哇，这上脑，你会发现冻肉比较散，比较薄。它切的机器切的调的比较薄。对，一般他吃羊肉呢会有沾麻酱，28的麻酱啊，加的香菜啊跟葱花。但是我讲真，我不太爱酱，为什么？我想吃我虽然说你吃原味的这些肉品，把它涮完汤用清水汤之后，你可以品尝到肉它自身的一个鲜甜味。就吃下去第一口有羊味，但是呢，我感觉这个冻的上脑的涩口，像起来它不润。不滑口，不舒服，不舒服。单独吃的话，可能没有酱的送，那种感觉的话就不舒服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想用酱？因为你任何一款的肉，其实它下了酱之后，它都变润滑了。为啥？芝麻酱润了吧，花生酱也润了吧，润上加润，你就吃不出它的那种涩涩的感觉。从经济角度出发，当然冻肉会比鲜肉会要价格便宜一点。那你送了酱之后，一般人来讲的话，那个口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就看因人而异吧。你想追求原味，那种天然的感觉，那你可能就是要点好一点的羊肉。冻肉呢就不是我的爱。我觉得加一口那个羊尾油会比较好。加润了嘛，对不对？对。加点羊尾油是那样，它应该就油润了。是比较好。哎，这都是好像我们人造和牛一样，你给它加了脂肪，它就回了。香味跟润滑度就够了。对，没错。那吃完了我们第一道的冰冻的羊上脑切片，我希望他们家有很多这种凉菜，一定要洗洗嘴巴。为什么羊肉会腻？对吧？心里美萝卜，他们叫萝卜皮，凉拌萝卜皮，旧的花生米，舒服，还有黑木耳，那很舒服啊。清口了，
我们就可以算下一盘的肉。现在依旧来冻肉的部分了，这边叫做月牙儿，这是一个带软骨的肉了。哎呀，不小心，这错误示范。哎，这月牙肉，哇！我们老王来先吃看月牙肉，羊肉带脆骨，应该嘎吱嘎吱嘎不脆，有意思，脆脆的，脆脆有带脆骨是吧？对，脆脆的，哎，有点像猪耳朵那种感觉。哎，嘎嘣脆的月牙儿。汤更甜了，羊肉也更甜了，这嘎吱嘎吱的口感吧还不错，让你牙齿咬下去后还有个回馈。这口肉我感觉有一点小回甜味，这个羊肉汤的清汤已经变成羊肉汤了，所以羊肉味上来了。一道肉一道菜有没有？现在我们吃的是凉拌的香菜根，很多朋友小伙伴都吃不来这种盐水了。香菜胆20退散，放回去再加什么？再加一块小黄瓜，哇，舒服啊！太爽，真的太香了，这个我好喜欢吃盐水哦，真的是棒。来，我们现在继续最后一盘了。这叫高钙羊肉。它也是带一点点的小脆骨，一点点。它太薄了，太薄了。高钙羊肉，舒服，这比较碎一点，冻的肉都会偏碎一点比较。碎。你觉得呢？没有很辣呀。就跟我平时吃的涮羊肉一样啊。你说它好吃吗？它一丢丢小酸，不好吃吗？又挺好吃，越嚼越香，补钙啊。你说呢？有点像肥牛，有点像肥牛啊。对，有汁水。哎，吃看高钙，这可能是我觉得可能冻肉里面比较 OK 的。比较不会吃盐的，我喜欢这样，我喜欢吃麻酱。那很润啊，你麻酱下去就润啊。我们在下面吃的比较绵，肉一咬就绵掉了啊。肉还相对来说有一个弹性在。现在我们继续清个口，哎，这牛逼了，水晶山楂什么的，应该什么糖葫芦吧？糖葫芦 Plus 版，形状像什么？小爱心有没有？形状像你们手中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够，还差2个，还差这个。哎，我偷偷抠他一颗小山楂。水晶山楂，这是果冻吗？哇哦！听说黄鱼做成这样子也很好吃。你拿一条蛇心的过来嘛。OK。看中。好吃，很甜呢。值不值得大家给1键3连？这我还值得吃，真的好吃，我跟你讲的，真的屌。OK， 谢谢。观众不难，我帮你们吃了啊。啊，希望大家给个1键3连呢，我爱你们。这是手切羊上了，对，手切它是厚的。但是你看这形状像什么？牛肉哪里？下板腱。西人呐，西人哦，它是中间是合起来的小西人儿。把火开大点。还是得吃鲜切的，冻肉哦，在哪都能吃得到。鲜切的这厚实的感觉，厚实的肉的感觉。这个肉不怕煮，不怕煮，羊西的，羊西的。厚实感来啊！鲜的羊肉，羊肉味直接冲到我们，那个西点3分成油啊，太棒了！今天吃到现在最佳。此时此刻最佳，当然还是得硬，毕竟里脊肉看着还是有一丢丢的硬。它是厚的，但你在咀嚼它，而不是像那个冻的涮羊肉一样，看散开了。你一咬这就没了啊！对，又到了青菜时刻，兄弟们 ，vegetable 局，只看哪好吃啊！我感觉我来到北京这爱上了广创。真的好吃，吃大拌菜，甜的。流量够好不好？吃了那么多地方的玩意，我们来尝试看北京的回民的牛肉丸。我们家的丸子还没上架到这时候，所以我现在想留个问题了：吃火锅的时候，火锅店总会垫这些生菜叶，
你们会扔掉吗？还是会下到火锅里面去？我都是下到火锅里面去。我会收集起来，最后再下到火锅里面。对。对啊，这新鲜的，新鲜的，真的不要浪费，啊，我觉得不要浪费。来说是牛肉丸。好了，又到我们下肉时间。这下什么？下腿肉啊！昨晚吃过，这个很好吃，涮再久它都不会老。下，再打。来，我跟你说待会一定要添这些肉。这个腿肉可以的。超脆的，更脆。哇，这烟！肉超嚼劲啊！腿肉是这个嚼劲啊。而且羊肉味主要很重，它不是膻味，就是羊肉味，有羊油的味道。回民丸的没吃过，真的吃过，我也没吃过。硬点，可乐，都是油，牛油，真不错。它也是捶打的嘛，真捶打，真好吃啊，真的好吃，润，很润，外表看过去很干涩，牛肉味很重，太香了这个。蒜头，我再来一份，真好吃，眼睛都亮了，这个丸真的好吃哦。我现在快没蔬菜了，先拿另外一个小菜。豆皮包着牛肉，还包着什么？这够了，土豆对。这动物性油脂啊，啥都是香。有点，到我们今晚最后一种肉了。那这款肉呢？相信有肉本期的粉丝可以打出它的名字。据说是你们最喜欢吃的一个部位，在什么内侧？在内侧，要最嫩的吧，所以它最好吃。出来了，哎呦，吃肉至上。金牌部位来喽，的罗丹肉。嘴巴好可爱，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哇，太好吃了，好嫩这个，是它6厘米首先，然后羊肉味很重，满满的羊肉味，吃下去哇，看着大草原里面在薅羊毛。追着羊薅羊毛，也有可能是因为它之后味道比较重啊。好香，对，就是你掰着的那个核对，然后薅它的羊毛，没有不好吃啊，很香啊，很嫩，很嫩。我更喜欢这种浓浓的羊味，不喜欢膻的人真的没办法接受。这不喜欢膻的人，你干嘛吃羊肉火锅？是啊，没错。羊肉火锅你干嘛呀？对。这一顿搞了这羊肉火锅，真的是吃的太爽了。因为讲真心话，我们在厦门。这吃不到那种手切羊肉的火锅店，我永远只能去那些用抛片的那种冷冻羊肉来吃。真的很开心啊，来到了北京这边，我们那种吃抛店，吃了这锅羊肉，我感觉应该刚好吃的不会很久吧，因为平时每天只有牛肉，更没有那种高品质的羊肉让我们吃到。个人觉得呢，有一些小建议可以给大家，在我们多天的这种榴莲的经验下，我发现我们可以错分一下。比如说，餐饮它用餐时间11、2点，那我们今天就10点钟，今天10点钟就来到这边，那很顺利的就拿到了一个包间。平时呢，这家店是连位置都订不到的一家店，所以我也是第一次来北京。来到北京才发现说，原来北京的餐饮店跟厦门真的是很不大一样。我跟老王最大的敌人就是在厦门，你想吃哪家餐饮店，基本上随便过去一定是有位置的。不过像老北京这边，哇，排个几个小时可能也是我们比较少排队的原因。这种店真的是，我觉得说有时候你排个大几个小时的话，吃一顿饭，对于我们这种外地游客来讲，可能是没有很大的意义。当然了，如果你连错峰这招都不行的话，实在爱吃某家店，那就是拉屎排队。但是北京最近真的很冷，零下1、2度吧，是吧？还下雪，还是下雪。我们这个是作为南方人来说，虽然穿的也挺重，毕竟还是不敢动。像刚好是冻得快成冰了，所以呢，大家记住哦，出来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关这些天气。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吃了一锅非常别具北京风味的老北京涮羊肉。对，那喜欢的节目记得给我们一键3连支持吧。结果很简单哦，下。
晚上我们吃完了羊肉，现在哪里也不知道，沿着条河散步呢，太撑了。